都说纣王死后，人族再无气运加身，死后人间再无九九人皇，有的只是天子。为什么一个以残暴著称的昏君，会让后人为其产生这么大的分歧？难道商朝的灭亡就只是因为纣王宠信妲己这么简单吗？本期就让我通过图表和视频结合的形式，带你轻松看懂辉煌的商朝历史。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，前后相传17世31王，延续500余年，后被周朝所灭。同时，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，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3代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商朝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，科技和生产力远超同时期任何国家。商朝的历史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：先商、早商和晚商。我们将商灭夏之前的时期称之为先商，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前后的商朝称之为早商，盘庚迁殷之后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晚商。早期的商王世袭制度是先帝后子，后期转变为典型的父死子继。公元前1600年，夏桀残暴不仁，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在黄河下游崛起，其首领商汤带领士族举兵伐夏，在如今的河南封丘附近，双方爆发了鸣条之战。商汤大败夏桀，建立了商王朝，成为了商朝的第一任老大。在位30年后无疾而终。商汤死后，商衰王和商懿王先后继承了商汤的遗志，商集团过得也算安稳。可惜这兄弟俩都很短命，一共在位7年就双双离世。等到商汤的长孙商太宗太甲掌权时，就开始不安分了。商太宗因为颠覆了汤之典型，被4朝元老伊尹放逐于童宫，闹了3年，一看没人搭理他，这才改过自新，重新被复立为王。史称伊尹放太甲，在位23年后病逝。在商太宗死后的100年里，商集团一共换了4任老大：沃丁、太庚、小甲和雍启。这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大能耐，不勤于国政，整天只图享乐，靠着商集团的垄断地位，日子过得倒也潇洒。直到第9任老大商中宗太戊上台时，商集团的情况才出现了转机。在他上任的第7年时，后院的桑树下突然长出了一棵楚树。这古人他讲究风水啊，太戊就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。从此以后，太戊勤政修德，治国抚民，颇有振作。这棵楚树还真就慢慢的枯萎了。商中宗在位长达75年，他也是商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老大。商中宗死后，他的儿子商孝成王仲丁继位，可他老子掌权的时间太长了，该干的都让他干了。仲丁一想，我也得干点啥呀，于是就将都城由亳（河南商丘）迁到了萧，在位仅仅11年就因病去世。仲丁死后，他的弟弟们为了争夺王位，造成了9世之乱，致使商朝一度中衰。最终，仲丁的弟弟商思王外人成功继位，成为了商集团的第11任老大，在位15年病逝。等到商前平王何胆甲时期，商朝就有点能动手别吵吵那味儿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商前平王也想像祖辈那样有所作为，于是他先学孝成王迁都于相，后又出兵征讨东南方的兰族和班方，没想到把商王朝干得越来越穷，仅仅9年就草草卸任了。接下来他的儿子商穆王祖乙干了2件大事：一是又将都城迁到了毕，二是多次出兵打服了兰夷、班方等国，解除了东南方彝族对商朝的威胁，致使国运再度中兴。在位19年病逝。商穆王死后的100年里，商朝又经历了商桓王、商西王、商庄王、商顷王4任老大，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等到商悼王在位的9年里，商朝更是内乱不止，诸侯不朝，贵族之间相互残杀，局面已无法控制。这时500多年的商朝历史已经走过了一半，商王朝的接力棒传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，他就是商世祖盘庚。
一听这个名字他就不一般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盘庚不顾贵族的反对，实施了自商汤以来的第6次迁都，将都城迁至荒芜的殷，史称盘庚迁殷。迁到殷之后，盘庚减轻剥削，提倡节俭，将新都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，以至于此后的270多年里，商朝的都城一直都在这里。商朝也被后人称之为殷商。商朝进入晚商时期，殷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都城遗址，也证明了商王朝时代中国文明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。前人栽树，那后人就得乘凉。盘庚死后，他的2个弟弟商章王和商惠王先后继位。这2人在位的40多年间，不仅只顾贪图享乐，还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，致使商朝的国运再一次衰落。直到商朝的又一位传奇帝王商高宗武丁登场，商朝才又一次崛起。武丁少年时被父亲下放到农村，隐姓埋名，深知底层疾苦，还在这段日子里结识了他日后的左膀右臂甘盘和傅说。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下到农村进行历练的青年。武丁励精图治，使商朝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发重兵击败羌方，深入荆楚之地，击败荆楚军，征伐夷方、八方、蜀及虎方等势力，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，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，东至海滨，北及大漠，南于江汉流域，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。在位59年，史称武丁中兴。但自从武丁之后，商王朝的7任老大就都有点穷兵黩武的意思了，一个比一个能打仗。商后平王、商世宗、商甲宗、商康祖、商武祖、商匡王、商德王，7人先后在位近200年，不是在打仗，就是在前往打仗的路上，把周边的什么羌方啊、西方啊这些势力挨个打了个遍，但却都没有真正的征服他们。商朝的国力也逐渐衰落。等到商纣王时期，商朝都城已经迁到了漠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朝歌，如今的河南省淇县。商纣王为人聪颖，臂力过人，曾大举攻伐东夷，取得了胜利，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但商纣王为人残暴，宠幸妲己，大修公社，致使民不聊生，无休止的战争加上繁重的劳役，成为了压倒商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而此时西方的周却在逐渐壮大，最终在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军，商纣王也自焚而死。延续了约500余年的商王朝最终被周朝所取代，一个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朝代即将到来。喜欢的小伙伴请点赞加关注，下期带你一口气看完西周历史。